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Travel 单车小教室。本集节目由 FSA Vision 赞助播出。是没错，今天看到呢 ，Linda 身后就是台大，即将呢9月大学生就要开学了，一定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都是用单车通勤，在上课中间呢都是透过单车在校园当中奔驰这样子。但是很多人一定都不晓得，其实我们心中以为可以做的事情，搞不好其实是不太行的，就是单车的这个交通法规，大家都不是很确定。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台大单车社的学弟妹跟我们一起拍摄，没错，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日文系的赵荣。大家好，我是电机系的博文。大家好，我是营建工程系的宣磊。好，谢谢我们单车社很可爱的学弟妹。其实他们平常都会骑公路车，今天为了配合我而骑在学校骑的脚踏车以及 U-Bike。但是呢，今天还有一位最重要的这个重量级的嘉宾，没错，就是我们的Fuko猫头鹰交通叔。大家好，我是 Fuko。他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呢，据说自己本身有64次的交通事故的经验，对不对？非常的丰富。而且他每次发生事故，如果有什么纠纷，他都会赢，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部分。光只是事故初判表上面，我基本上就没输过了。哇，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Fuko，最重要的就是帮我们厘清，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是不是在交通上面其实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带，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的。今天就请猫头鹰交通叔来帮我们指教一下。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出发吧。好，首先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道路骑乘的规定，先来厘清一下，到底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每天其实都做错了。首先第一个呢，想先问一下这个Fuko，请问一下，我们如果有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骑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面？自行车在行驶的时候，如果有自行车专用道，但是除了自行车专用道以外，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行驶的车道的时候，是不限制你必须行驶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面的。哦，那什么地方也可以行驶？慢车道吗？还是？一般情况下是慢车道，可以行驶所有的慢车。那如果在没有慢车的地方呢，你自行车、慢车你要行驶在最外车道的最右侧，靠右行驶。OK， 了解。那如果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就是走在慢车道或者是走在车道的右侧行驶。那如果人行道上面有像这样的这个牌子，这个车种专型标志，那上面是有自行车的，脚踏车一样可以行驶在这个车道上面。哦，那骑楼呢？骑楼可以骑吗？骑楼是不能行驶脚踏车的哦。骑楼跟人行道如果没有这个牌子，是只能下车用牵引的，去牵着你的脚踏车，变成行人在上面行走。哦，那有一个更想要知道的是，万一自行车违规了，通常会罚多少的罚款？通常慢车的违规罚款都不多啊，大概是300到600左右。哦，了解。好的，那是不是有什么小小的提问想要考我？有啊，那这边有一个日常非常常遇到的事情要来问大家哦。好，如果遇到路上是机车优先道的时候，自行车能不能行驶在这个车道上面？机车优先道。然后同学想要回答。优先道。如果是我会直接骑上去。你会直接骑上去？对，我会觉得那我应该就可以骑这个地方。对，应该会骑吧？大家都有点心虚。我应该会骑。我想说，机车跟脚踏车应该都是慢车吧，所以我觉得我会骑。我被他们说服的，我觉得蛮合理的。机车应该是慢车，应该是一样的吧，所以应该可以吧？实际上大家也确实都会骑上去哦，但是在法规上呢，机车优先道它的设置规则的内文是指大型、重型机车以外之机车行驶的车道，其他车种在非特殊情况下是不能行驶的。那这个其他车种包含大型重机、汽车，还有所有的慢车。也就是说，机车优先道，慢车是不能行驶的，包含所有的自行车跟微型电动2轮车。天哪，这个常常在路上就会违规了，糟糕！好，我们今天果然请对来宾了。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些平常大家都会碰到的状况。好，我们现在来到椰林大道上面，听说是台大的一个热门景点。那我们请学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里这么有名？好，那这里是因为之前校内有发生一些行人跟脚踏车追撞的事件，所以我们后来学校就在这边设定了一个测速照相，那就是希望学生们看到之后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速度是超速的状态，然后所以设置了这个测速照相。对。不过我们有在strava上面有设一个椰林大道的计时路段，那上面就会看到大家真实骑的速度到底是多少。所以计时路段是从学校校门口开始到总图这样吗？总图底那边。哇，可是我们不能在那边计时啊，因为就随便都超速对。
什么意思？太矛盾了，好可爱。好，那聊到这边我就很好奇，因为大家在骑脚踏车一定都很好奇，到底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那个时速的规定是怎么样？因为好像没有真的有看过警察在抓脚踏车的超速，所以这个呢我真的很好奇，想请Fuko跟我们介绍一下、解释一下。那以慢车的速限来说，要分成自行车跟微型电动二轮车。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首先它在设计上就已经被限制，它不能超过时速25公里。那在规则上，它也有被限制，说你超速25公里的话就是违规，有相对应的规则可以开罚。但是自行车呢，它没有限制速限，你要骑多少都没有问题。因为它不受时速25公里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当初在设法规的时候就不觉得你会超速。开什么玩笑？我们选手都骑50-60的好不好？对，但是有一个重点就要注意了因为慢车要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那速限标志呢，其实它有指定说驾驶人不可以超速。那跟一般的汽车驾驶人用处罚条例40条去开罚超速不太一样。慢车的超速用的是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不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对，简单来说就是你违反了这个最高速限的规定，我用你不依标志指示来开罚你。OK， 所以你还是要看你的四周环境有没有这个标志，有的话就要依照这个速度。对，简单来说呢，就是自行车依照当时路段的速限指示行驶。那微型电动二轮车依照的是当自己车子最高速限时速25公里。那微型电动二轮车在遇到速限比25公里还要低的地方的时候，还是要依这个速限做行驶。原来如此。请问摄影师，你刚刚有没有拍到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很多人超速？有。好 ，OK。所以其实大家在学校里面真的还是要放慢，要不然我们是有录影存证的啦，可以去举发大家的。好，那我们就移动到下一个地点。我重温学生时期赶课的热血画面。自行车不能双载我是 baby。他一岁。自行车原则上不能双载，但是如果是有合格的儿童标章，是可以载负一个儿童的。你的自行车有合格标章吗？好像不知道，而且这个儿童有点巨。大家呢难免都会有在夜间也需要行驶脚踏车在路上的经验嘛，或者是留在学校比较晚玩社团啊之类的。晚上骑车有什么在道路上面的规定？基本上最直接的就是夜间行车应开启灯光，但是规则上并没有说要开启什么灯，要开启头上的灯、车头的灯还是车尾的灯，没有，你只要有开启灯光就可以了。开启灯光就可以，所以假设安全帽上面有灯，或是有带爬山的头灯也可以是吗？对，你只要有开启灯光就没有问题。好复杂。那刚好呢，我们学妹的车有这个车灯，就可以示范一下。因为车灯其实各个地方都可以装，有的人会装在下叉，有的人会装在后面，或是有的人会有马鞍带那个小包包也可以装。那前灯也一样，前灯就是把手上面各个地方都可以装。推荐大家一定夜间骑车，真的灯光很重要。这时候是不是要置入业配了？本集没有业配。我请问一下，学弟成年了吗？有，我已经成年了，已经在读硕班了。硕班 ，OK， 好。那请问一下，学弟平常写论文很痛苦的时候，有没有小酌的习惯？压力太大的时候可能会小酌一点。好，那到底喝完酒可不可以骑自行车？骑车有没有酒驾的问题？首先慢车酒驾之后行驶在道路上是有违规罚锾的。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慢车我们分成自行车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那这两个车种在酒后驾车行驶的时候，有没有违反公共危险酒驾的部分？公共危险酒驾应该有吧？有罚款不代表一定有公共危险罪，是不是？对，因为自行车它是属于人力，它完全是用人去踩踏的。那包含电辅车，它也是被归类在非属动力交通工具的范畴。那公共危险的酒驾呢，是驾驶人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犯酒驾的事情才有公共危险罪。所以会被罚款，但是没有公共危险罪。对，这是自行车的部分。但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呢不一样，它目前在法律上是被归类是动力交通工具。OK， 所以你骑乘电动二轮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有酒驾情形的时候，也是违反公共危险罪的。好，那 Linda 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意思就是，你只要那个吹下去就可以动，不用那个脚踩，不用有动力，不用有人力的这种，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那像我们的电辅车 e-bike 那种，不是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车友们不用紧张。
哎，奇怪，你在看什么东西啊？哦，我在看地图啊，不知道等下要骑去的地方怎么走啊。大家一定都有经验，就是骑脚踏车的时候想要用手机手持的方式在讲电话，或是在那边查找 Google Map 到底要怎么走，这样子是可以的吗？在慢车行驶的时候是不能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等3C 产品的。但是只要你不使用手持的方式，哪怕你是放在篮子里面滑，还是你可以把脚拿起来用脚持，你都是不违反交通规则的。OK， 所以就是手不能拿。然后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像我们脚踏车的骑士常常会有那种架在车头的那种装置，都是 OK 的。好啦，那现在越来越多人呢，平常都会用 U-Bike 通勤，上下班或是上下学，然后看学妹在这个学校里面通勤也是使用脚踏车。到底我们在通勤的时候，真的骑脚踏车的时候是需要戴安全帽的吗？在法规上啊，自行车是不需要戴安全帽的，并没有强制规定说一定要戴。但是，一样分成微型电动2轮车。微型电动2轮车的话，则被规定一定要佩戴安全帽，不然是违反交通规则的。OK， 所以但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法规上面的规定啦，就是万一你真的骑车没有戴安全帽，是不会有罚款的。但是Linda身为这个单车的这个交通安全大使，还是要跟大家推广一下，我们在骑公路车啊，或是你真的有上路的时候，如果有安全帽保护你的头部的话，万一真的倒下去了，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这是推广一下，但是罚则上面其实是没有的。对，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谢谢Fuko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因为我相信很多用路人其实我们平常在骑车都搞不太清楚很多状况是有点违法的。对，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台大单车社的3位学弟妹可以成为我们的交通校园大使，可以好好的继续跟大家推广这些比较用路安全的这些规定。这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单车小教室，未来还会有非常多单车相关的知识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